是杨瑞。今天非常开心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哪吒2》大电影中开篇前情提要的创作思路。哪吒，好久不见呐！这一段是观众在看到这部电影时听到的第一段音乐，一定要烘托出这种旷世神话的感受。它的这个音乐色彩呢，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看到的那些西方的史诗大片，除了要宏大磅礴以外呢，还要让观众感受到这种有东方韵味、神话感。所以在配戏上的选择呢，我们会做了很多相关这样的设计。比如在开篇我们看到的这个灵珠和魔丸相互碰撞的一瞬间，我决定选择用埙，它是由陶土而制成的。它的声音呢非常的沧桑，很有历史感，所以当它的声音出现在片中的那一瞬间，仿佛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入了上古神话的世界里。随着这一段故事的推进，音乐情绪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史诗感，所以我便加入了人声的合唱，并且和管弦乐进行融合。但这里我并没有用传统的西方史诗的合唱团，而是找了我们少数民族侗族的合唱团来进行演唱。他们的声音更有东方的韵味，也更接地气，所以特别适合我们自己的神话故事。另外呢，我还融入了很多我们传统的民族乐器，例如古筝笛箫这些，来进一步强化这段音乐的东方色彩。直到画面发展到哪吒莲花爆开的那一瞬间，西方的交响乐和我们的民族乐器便汇聚成第一次爆发点，也预示着故事即将走向高潮。因此在之后的这一段旋律设计上，我们力求简单清晰，配器上史诗宏大，情绪上一气呵成来推向最高点。直到最后哪吒2魔头闹海的这个地板画面出现时，我们将第一部熟悉的唢呐旋律搭配着其他乐器一并再次呈现给大家。希望这段旋律能够勾起大家第一次看到哪吒时候的回忆。您了瞧好吧。大家好，我是杨瑞，很开心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哪吒2中宝莲盛开这一段音乐创作的小故事。包罗天地，无量神通。导演的要求呢也非常明确，就是宝莲在盛开的这个过程中呢，要让观众感受到非常的神圣圣洁。所以在尝试了好几个版本之后呢，我决定用女生的合唱来演绎这段主旋律，并配合一些有神圣感的金属的打击乐器，来营造那种圣洁的氛围。确定好了方向之后呢，我就开始寻找自己想要的声音，于是我就找了很多的女生合唱团，始终没有找到我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样子。我甚至还尝试了录了一些童声，但感受上还是跟片子所要的氛围有些偏差。于是我就换了换思路，我把这个重心放到了少数民族合唱团的身上。毕竟我们是一个民族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民族唱法呢也是多种多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于是在了解过蒙古的长调、藏族的山歌、苗族的民歌后呢，我把目标锁定到了侗族大歌的这样一个合唱形式上。这个侗族大歌的演唱音色它区别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唱法，它的音色没有那么嘹亮，相对呢是有些内敛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模拟很多自然界的声音。比如说像蝉之歌松鼠歌这些呢都是来源于大自然，来源于生活，所以呢跟我们的这个宝莲盛开这段主题呢也算是非常贴切，而且他们的这个合唱感非常的强，所以我便决定试上一试，二话不说直接飞到了贵阳。谢谢。
谢谢。我们找了一个贵阳的侗族大歌合唱团，录制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人声合唱，然后特别是为我们第2场的《宝莲盛开》那段配乐进行一下录制。那场音乐是有多长时间啊？大概有1分多钟吧。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嘛，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在这个贵州大学的排练室开始了第1次摸底排练，心里也是挺担心的，也怕大老远跑到这边来，万一这个音色各方面的不合适，那就尴尬了。但是当我听到大家拿着谱子开始演唱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这个悬着的心呢，也终于是放下了。确实就跟我当时创作时候我脑补的声音是一样的。这段旋律的配器非常适合侗族大歌的演唱音色，明亮而内敛，圣洁又不失烟火气，跟画面的匹配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心里想着这次确实能给导演一个惊喜了。于是呢，在练习了几天之后，我们也是顺利了进入录音棚开始录制。然后侗族的演唱老师们呢，还特意穿上了他们少数民族的服装进行了拍摄，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画面。然后在中混棚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条音乐混到了片子里面去，等待这条音乐大年初1的时候跟大家在电影院相见。虽然这段音乐其实挺短的，但我仍觉得能够将我们少数民族自己的声音与现代的音乐形式相结合，呈现给大家，那还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哪吒加油！